好，回到节目的现场，那这个川普的亚洲行伴手礼，好，你帮他款好了，是啊，到底哪些族群吃得到？那么其实川普最重要，他的思想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唯一有变化的，等一下会跟各位说，在我们非凡商业周刊里面，大家就看详细一点点啊。比较没有变化的地方是说，他都希望哎呦，你这个中国啊贸易逆差第1名，日本贸易逆差第2名啊，你们这个亚洲各国都排在前5名啊，台湾也不差，台湾也排在第8、第9啊。那么这种状况之下，你应该拿一点还投资我美国，你光中国大陆9000多亿的美金，我有帮各位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到底谁是黄鼠狼，谁是鸡？所以他其实是算盘打很精的，一见到习近平就说，9000多亿，至少投资一些回来吧。啊，那高通就马上就可以找到单子了，这是其中之一的。当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叫做中石化。那么中石化的这个投资呢，基本上它是在美国呢进行它的一个油管油厂投资，对，不是台湾的中石化。中国石化，我要讲它的代号是60027吧。那基本上它是大陆的中国石化，差点少一个字了。基本上来讲的话，那都有帮各位来做一个叙述。但我们台湾的我们的能源相关绿能啊什么，待会会说说。对，所以这地方也会刺激到油价的一些变化哦。那么比较详情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越南概念股？然后尤其是 TPP 的时代，各位记不记得越南的关税是会降到0哦？那这次要提倡所谓印度洋到太平洋自由贸易联盟，这个听起来跟以前那个关税壁垒完全不一样。可是各位去想想看，完全通通没有贸易壁垒的话，谁的竞争力最大？这是温代总最清楚。当然是美国，还是美国啊！国家越大，竞争力越大。算盘打得真的很精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哦，这个还是厉害啦。我们这一期会帮各位把这些眼光拉得很远，而且呢。这也是引爆这2天亚洲股市的主轴。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呢，今天来也是要跟各位讲说，有的时候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点。什么情况呢？2件事情，今天要马上跟各位报告。第一个是最近大家都很紧张，说大盘是不是怎么了？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盘的一个 K 线图哦，或许大家可能心情上就好一点。如果各位一定要看短线的话，我们说过，各位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我们在非凡商业台盘中啊，包含明娟姐都有节目，每个人都会帮各位盯着。那今天已经很多人说10650点10668这个地方，其实10668是这个的高点。这跟各位还记得吗？如果各位这时候有放假的话，刚好放假回来10月11号第1天，那么你那天买股票就差不多是那个价钱了。所以这个价钱还守住的状况之下呢，短线其实还稳。我们来看2454的联发科，各位可能就知道今天利空最大吧？有没有碰到10月11号的价钱？还没有碰到哦。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至少短线上面呢，这一期真正的一个高手，跟着我们非凡商业周刊。其实我在这个10月10号以前，我们来上这个节目是10月9号，就跟各位讲会开高啊。那的时间你进场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你都还站得很安稳。那么就短线上面，就在10668这个附近呢，就可以慢慢的找一些支撑。至于时间还要多久呢？戴总，那我想刚才有提过，可能不会马上让你见到很快速的一个反弹，这是基本上。但是呢，也可以看一下长期的一个线图哦。我说长期线图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大家最难，各位知道吗？多头什么意思？大家都认识这2个字，一个多，一个头，很多个头。有没有算过今年有几个头啊？今年有9个头这9个头是不是头啊？答案都不是这个是不是啊？不知道啊。那这3年有多少头？我算过有27个头、29个头啊，29个头啊。那哪一个是真的？每一个头都有人告诉你，这个盘要再见了，这个盘要大跌了。但是以现在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的低，因为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要连到99封吗？29了啦。所以多头难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头都会有人跟你讲这是利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短线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能够安大家的心呢。各位有没有发觉啊？最近都在这个区域啊。就会形成一个盘整之后来做一个拉回，把这个时间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概是1号到10号那个营收公布的期间啊。那景气好的时候，营收公布大部分都是好没有涨的状况之下，请问一下，礼拜4会不会突然之间回档？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似乎是蛮正常的现象。但是多头有没有改变？答案是没有改变哦，缓涨急跌，利多不涨的情况之下，先退一下。大家是担心
11月份、12月份营收有没有那么好了？可是至少我对鸿海集团或对苹果来说的话，我认为11月份、12月份会比现在公布的应该会好一些，因为 iPhone X 已经加速了嘛，所以原则上我认为这是个短线拉回，而且这次的拉回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小，除非啊，因为这里有什么？刚刚戴总讲得太详细了，那里有核弹，那里有金正恩，除非除非美国舰队走了，那如果美国舰队在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舰队在的时候，金正恩不太会打核弹？因为打上去你不掉下来，我怎么知道它会掉到海里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美国舰队在的时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波来讲的话，支撑应该会比上一次高一些，不会直接说跌到下面来。OK， 把这个先帮各位定住了之后，其实答案就蛮简单的。那么盘整的时候呢，可能跟国外联动的股市它还是盘整。那什么情况之下它会涨上去呢？就是和国内政策有强力相关的。其实刚好在这一期的上一期呢，那我又接到一个任务了，要怎么样去写节能跟太阳能发电这个部分。那么我一直跟各位提到，丹麦的沃能公司是丹麦最大的公司，荷兰来了3家公司。各位去到云林的时候，发觉云林县政府现在旁边还很多德国人进进出出，这些人他们到底是在干嘛的？看好我们台湾的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奇怪，我们没有人看好啊。太阳能一看 EPS 全部是负的，都没有赚钱啊。哦，你在深究下去的时候，发觉啊，这次我们赖院长，我一直跟各位提到，其实在1059期9月的那一期，我就已经写到说，它是有3575件，那么每一年都得冠军的台南市长升任上来的哦。那么加上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时候，那么5+2产业，商业周刊也跟各位提到了，其实银行团有在后面做 back， 所以大家昨天在想说啊，政府不出资啊，什么民众不出钱，钱从哪里来？从这个所谓银行团这边过来。所以等一下还是会跟各位来提到，我们今天稍微留一下版本的补助。对，好，所以太阳能生技，这是上一次写的。那么这次来讲的话，内需型太阳能，我就很直接跟各位带过去了。那么1609的大雅，为什么这次我要列进去当太阳能呢？很明显的，它在台南县关庙乡，而且它市里下面转投资所谓大巨太阳能啊。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它是电线电缆公司风力电线也是它的，那这甚至包含所谓太阳能电线也是它的。那么在南部来讲的话，其实它本来就已经是转投资太阳能非常大的厂商。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那么在中部呢，那么6443的元晶，这在非凡商业周刊都有写到了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来谈一下好了。那么云林嘉义这个地方都已经开始跟地方政府合设太阳能的 MOU 啊。这一档好像中场有涨停吗？这场涨停板，这档等一下还可以用技术分析跟各位来做报告，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就先从合金开始，再跟各位来定一下这个心好了。其他的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补述。先来看一下合金，所以礼拜4大家很紧张，往下杀了。对，刚才戴总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那等一下威廉也应该会提到这一方面的事实，因为对啊，金店有没有过高？没有。可是各位有没有发觉啊？合金从头到尾停在5日线上面啊，所以是不是一阵风吹过来，大家全跑光了？结果反而呢，主力没跑，因为它至少守在那个5日均线。加上第二个部分，矽晶圆也在涨价，还有它也是相关性质太阳能厂商。那么第3季的获利已经超过了前半年，所以这头领头羊一上来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说，今年的太阳能呢，似乎有人早知道。有人先知道，像合金呢已经开始转盈了，像中美金呢已经开始转盈了。其实等一下会跟各位讲，都还没上市的，不管是永旺太阳能、永兴太阳能，甚至各位所看到的云豹太阳能呢，似乎这些都已经开始转盈了。这些都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角度再跟各位来补述一次。好，我想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也要看这个母公司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集团，或者在整个轮动的同时，有一些新的一个产业，你真的必须要做功课。我们马上回来。之前为了要投标，这个最低的硬体的这个投资金额已经非常庞大了我们也都是咬着牙来投的了各位也都知道说现在这个职棒的运动这些赞助的企业事实上就是出钱出力了能够让这个运动振兴起来其实这个都不是为了要赚钱或盈利的。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谦虚表示，投入棒球不计较赚不赚钱。不过，富邦金控10月获利成绩单可让大董松了一口气。人寿非常好，超过所有金控的人寿，但是银行呢，我看来表现是很中等。富邦
邦金6月股东会上，就有股东对着富邦金董事长蔡明兴大赞富邦人寿表现亮眼。根据最新财报显示，富邦金控累积前10月税后获利总共478.3亿元，其中人寿更高达286.9亿元，占整体获利将近60%。不过国泰金控表现更抢眼，光是人寿前10月获利就高达328.6亿元，带着国泰金领先群雄，冲破500亿元的获利。金融跟景气最息息相关嘛，那景气好，金融业就上来。那另外就是像以寿险公司，他们的投资部位一定受着全球景气跟股票大涨，一定有正面的报酬，而且是很正相关。那房地产看起来也从底部慢慢复苏嘛，所以我想各方面看起来对金融股都是算相对有利。国泰投信董事长张喜也曾提出，房产回温有利金控获利，再加上明年公告地价，台中市率先表态动涨，台南市也倾向维持不变，桃园市和宜兰县则公告会调降，地价税渴望减少，减轻寿险投资房产成本，成为获利再创新高的动能。记者万千华、乔大龙台北报道。放假回来10月11号第一天，那么你那天买股票就差不多是那个价钱了。所以这个价钱还守住的状况之下呢，短线其实还稳。我们来看2454的联发科，各位可能就知道，今天利空最大吧？有没有碰到10月11号的价钱？还没有碰到哦。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至少短线上面呢，这一期真正的一个高手，跟着我们非凡商业周刊，其实我在这个10月10号以前，我们来上这个节目是10月9号，就跟各位讲会开高啊，那的时间你进场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你都还站得很安稳。那么就短线上面，就在10668这个附近呢，就可以慢慢的找一些支撑。至于时间还要多久呢？戴总，那我想刚才有提过，可能不会马上让你见到很快速的一个反弹，这是基本上。但是呢，也可以看一下长期的一个线图哦。我说长期线图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大家最难，各位知道吗？多头什么意思？大家都认识这2个字，一个多，一个头，很多个头。有没有算过今年有几个头啊？今年有9个头这9个头是不是头啊？答案都不是这个是不是啊？不知道啊。那这3年有多少头？我算过有27个头，29个头啊，29个头啊。那哪一个是真的？每一个头都有人告诉你，这个盘要再见了，这个盘要大跌了。但是以现在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的低，因为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要连到99封吗？29了啦。所以多头难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头都会有人跟你讲这是利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短线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能够安大家的心呢。各位有没有发觉啊？最近都在这个区域啊，就会形成一个盘整之后来做一个拉回。把这个时间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概是1号到10号那个营收公布的期间呢。那景气好的时候，营收公布大部分都是好没有涨的状况之下，请问一下，礼拜4会不会突然之间回档？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似乎是蛮正常的现象。但是多头有没有改变？答案是没有改变哦，缓涨急跌，利多不涨的情况之下，先退一下。大家是担心11月份、12月份营收有没有那么好了？可是至少我对鸿海集团或对苹果来说的话，我认为11月份、12月份会比现在公布的应该会好一些，因为 iPhone X 已经加速了嘛。所以原则上我认为这是个短线拉回，而且这次的拉回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小，除非因为这里有什么？刚刚戴总讲得太详细了，那里有核弹，那里有金正恩，除非除非美国舰队走了。那如果美国舰队在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舰队在的时候，金正恩不太会打核弹？因为打上去你不掉下来，我怎么知道它会掉到海里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美国舰队在的时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波来讲的话，支撑应该会比上一次高一些，不会直接说跌到下面来。OK， 把这个先帮各位定住了之后，其实答案就蛮简单的。那么盘整的时候呢，可能跟国外联动的股市它还是盘整。那是9封吗？29了啦。所以多头难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头都会有人跟你讲这是利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短线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能够安大家的心呢。各位有没有发觉啊？最近都在这个区域啊，就会形成一个盘整之后来做一个拉回。把这个时间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概是1号到10号那个营收公布的期间呢。那景气好的时候，营收公布大部分都是好没有涨的状况之下，请问一下，礼拜4会不会突然之间回档？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似乎是蛮正常的现象。但是多头有没有改变？答案是没有改变哦，缓涨急跌，利多不涨的情况之下，先退一下。大家是担心11月份、12月份营收有没有那么好了？可是至少我对鸿海集团或对苹果来说的话，我认为11月份、12月份会比现在公布的应该会好一些，因为 iPhone X 已经加速了嘛，所以原则上我认为这是个短线拉回，而且这次的拉回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小，除非因为这里有什么？刚刚戴总讲得太详细了，那里有核弹，那里有金正恩，除非除非美国舰队走了，那如果美国舰队在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舰队在的时候，金正恩不太会打核弹？因为打上去你不掉下来，我怎么知道它会掉到海里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美国舰队在的时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波来讲的话，支撑应该会比上一次高一些，不会直接说跌到下面来。OK， 把这个先帮各位定住了之后，其实答案就蛮简单的。那么盘整的时候呢，可能跟国外联动的股市它还是盘整。那什么情况之下它会涨上去呢？就是和国内政策有强力相关的。其实刚好在这一期的上一期呢，那我又接到一个任务了，要怎么样去写节能跟太阳能发电这个部分。那么我一直跟各位提到，丹麦的沃能公司是丹麦最大的公司，荷兰来了3家公司。各位去到云林的时候，发觉云林县政府现在旁边还很多德国人进进出出，这些人他们到底是在干嘛的？看好我们台湾的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奇怪，我们没有人看好啊。太阳能一看 EPS 全部是负的，都没有赚钱啊。哦，你在深究下去的时候，发觉这次我们赖院长，我一直跟各位提到，其实在1059期9月的那一期，我就已经写到说，它是有3575件，那么每一年都得冠军的台南市长升任上来的哦。那么加上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时候，那么5+2产业，商业周刊也跟各位提到了，其实银行团有在后面做挖苦，所以大家昨天在想说政府不出资什么民众不出钱，钱从哪里来？从这个所谓银行团这边过来。所以等一下还是会跟各位来提到，我们今天稍微留一下版本的补助。对，好，所以太阳能生技，这是上一次写的。那么这次来讲的话，内需型太阳能，我就很直接跟各位带过去了。那么1609的大雅，为什么这次我要列进去当太阳能呢？很明显的，它在台南县关庙乡，而且它市里下面转投资所谓大巨太阳能发科，各位可能就知道，今天利空最大吧？有没有碰到10月11号的价钱？还没有碰到哦。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至少短线上面呢，这一期真正的一个高手，跟着我们非凡商业周刊，其实我在这个10月10号以前，我们来上这个节目是10月9号，就跟各位讲会开高啊，那的时间你进场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你都还站得很安稳。那么就短线上面，就在10668这个附近呢，就可以慢慢的找一些支撑。至于时间还要多久呢？戴总，那我想刚才有提过，可能不会马上让你见到很快速的一个反弹，这是基本上。但是呢，也可以看一下长期的一个线图哦。我说长期线图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大家最难，各位知道吗？多头什么意思？大家都认识这2个字，一个多，一个头，很多个头。有没有算过今年有几个头啊？今年有9个头这9个头是不是头啊？答案都不是这个是不是啊？不知道啊。那这3年有多少头？我算过有27个头，29个头啊，29个头啊。那哪一个是真的？每一个头都有人告诉你，这个盘要再见了，这个盘要大跌了。但是以现在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的低，因为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要连到99封吗？29了啦。所以多头难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头都会有人跟你讲这是利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短线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能够安大家的心呢。各位有没有发觉最近都在这个区域就会形成一个盘整之后来做一个拉回，把这个时间去算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概是1号到10号那个营收公布的期间那景气好的时候，营收公布大部分都是好没有涨的状况之下，请问一下礼拜4会不会突然之间回档？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似乎是蛮正常的现象。但是多头有没有改变？答案是没有改变哦，缓涨急跌，利多不涨的情况之下，先退一下。大家是担心11月份、12月份营收有没有那么好了？可是至少我对鸿海集团或对苹果来说的话，我认为11月份、12月份会比现在公布的应该会好一些，因为 iPhone X 已经加速了嘛。所以原则上我认为这是个短线拉回，而且这次的拉回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小，除非因为这里有什么？刚刚戴总讲得太详细了，那里有核弹，那里有金正恩，除非除非美国舰队走了。那如果美国舰队在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舰队在的时候，金正恩不太会打核弹？因为打上去你不掉下来，我怎么知道它会掉到海里啊？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美国舰队在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波来讲的话，支撑应该会比上一次高一些，不会直接说跌到下面来。OK， 把这个先帮各位定住了之后，其实答案就蛮简单的。那么盘整的时候呢，可能跟国外联动的股市它还是盘整。那什么情况之下它会涨上去呢？就是和国内政策有强力相关的。其实刚好在这一期的上一期呢，那我又接到一个任务了，要怎么样去写节能跟太阳能发电这个部分。